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本周我们将聚焦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5年6月23日每周市场观察报告。这是在通胀压力尚未解除、美国经济数据持续走弱、全球地缘冲突加剧的大背景下，黄金市场所面临的一场多空角力战。报告指出，尽管金价在过去一周回调了 1.9%， 收于每盎司3368美元，但年初至今黄金的涨幅仍然高达 29%， 远超大多数的资产类别的表现。关键在于黄金是否能够守住当前的中期技术支撑55日移动均线，也就是每盎司3294美元。这一支撑如果失守，可能意味着短期调整将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层次，但若能够守稳，将为后续上涨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本周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黄金是否在压力下保持坚挺，还是会寻找下方的新的支撑。在全球经济大环境中，央行政策与通胀路径依旧是主导的因素。美联储上周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但释放的信号是偏鹰的，暗示未来降息的步伐将会更为缓慢。这背后反映出美联储对当前的增长放缓、通胀顽固双重矛盾的高度警惕。据显示，美国5月零售销售月率下降 0.9%， 是今年以来最大的跌幅，尤其受到汽车销售走弱的拖累。而住房方面，单户住宅开工许可证下滑 2%， 新屋动工更是大跌 9.8%， 显示房地产信心持续走弱。与此同时，英国央行继续维持利率在 4.25% 不变，但在瑞士与挪威，央行分别宣布降息25个基点，凸显欧洲内部货币政策的分化。在亚洲，日本央行按兵不动，但通胀已经飙升至 3.7%， 创下了2年来的新高。市场预期未来或将进入加息周期。中国方面，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0.3%， 70个大中城市新房屋价格环比下降 0.22%， 二手房跌幅更高达 0.5%。 在房地产与财政双重压力下，中国央行也选择维持贷款市场利率不变，力拖住信贷的扩张。这些都反映出全球经济正步入滞胀加上地缘风险交织的复杂的阶段。地缘局势方面，中东局势紧张升级，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了空袭之后，市场开始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注全球原油运输的水道是否会被封锁，引发了原油价格的跳涨。然而不同于原油快速的反应，黄金市场并未立刻起飞，反而出现了短期的整理。这背后反映了投资者对于当前风险的消化仍然在进行当中。回到黄金本身，根据第3页的数据显示， LBMA 下午定价下降 1.9%， 来到每盎司3368美元。在黄金表现的背后， GRAM 黄金收益归因模型指出，美元指数的反弹上涨 0.4%， 黄金隐含波动率下降 0.7%， ETF 净流入放缓 0.2%， 是本周金价受压的主要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ETF 投资者的态度发生转变。虽然中东风险升级，但 ETF 整体并未显著加仓黄金。第19页的图表显示，黄金 ETF 持仓在6月中旬出现了连续下降的趋势。在第20页的图表进一步证实，年初以来的 ETF 流入也放缓明显，反映出当前市场情绪偏向观望。COMEX 持仓方面，截至到6月10号，黄金净多头仓位合计为591吨，其中基金净多头403吨。
从图表走势来看，这一数据近几周波动非常大，显示市场短期交易意愿升高，而中长期资金流入则相对谨慎。技术面分析依然是我们判断市场方向的关键部分。第6页的图表指出，黄金当前正在测试55日均线，也就是每盎司3394美元附近。若这个支撑被有效突破，则下方将依序面临3246、3205和3121美元的技术支撑，而上方的关键阻力则集中在3451到3500美元的区间。若能重返3500上方，下一目标将是3572与3600，再往上极端超买位就是3641美元。相对强弱指标 RSI 当前为 63.79%， 说明尚未进入极度超买，但已处于高位徘徊的状态。与此同时，美元指数本周反弹至 98.71，正在逼近 99.71 的55日均线，如果突破该点位，将对黄金构成阶段性的压力。此外，黄金白银比本周出现了稳定的迹象，在200日均线附近徘徊，暗示黄金可能重新获得相对优势。商品综合指数也呈现出底部企稳的迹象，尤其是能源权重的强势表现，可能带动整体商品价格进入新一轮的上行周期。展望这个星期，宏观事件依然是驱动金价波动的主因。首先是美国即将公布的核心 PCE 数据，该指标是美联储衡量通胀的首选工具。若数据如市场预期般走弱，将进一步强化未来降息的预期，利好黄金表现。其次，鲍威尔在国会的半年听证会预计将被市场视作解读美联储未来方向的重要窗口。若言辞偏鸽派，黄金可能获得支撑。欧洲方面，北约峰会将在周2和周3在荷兰举行，尤其在特朗普将出席的背景下，若出现任何有关贸易、军事或者国际关系的黑天鹅式的言论，都可能引发黄金短线拉升。亚洲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是澳洲5月的 CPI 和东京的通胀数据，这些都将直接影响澳元与日元的汇率，进而影响全球对风险资产的定价。从期权市场来看，6月期权到期后，黄金相关 ETF 与期货的隐含波动率普遍下跌3到4个点，市场短期情绪趋于平稳。但同时我们要看到25个 Delta 的认购认沽波动率偏差仍偏向看涨，表明长期资金仍倾向对冲上涨的风险。综上所述，本周的黄金市场虽略显疲软，但并非趋势的改变。从基本面来看，全球经济放缓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为黄金提供支撑。从技术面来看，关键支撑3294美元尚未失守。从资金流动的角度来看，虽然 ETF 略显谨慎，但期权与期货市场仍保持积极的博弈的状态。下周将有更多项的核心数据与政治事件密集来袭，我们建议投资者应该紧盯核心的 PCE 通胀数据、美联储证词和北约峰会等可能对黄金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提醒小铃铛，第一时间接收我们的每周市场的解读。同时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你认为黄金会守住3294这一重要的支撑关口吗？我们下一周再见。